近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冲突开始升级，已经造成了数百人伤亡。起因是以色列方面向巴勒斯坦政府施压，想要干扰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实行选举权，并且11日是所谓的耶路撒冷日。这两个因素结合，直接导致了冲突升级。要知道，伊斯兰和天主教对于圣城的争夺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双方也因为这个问题始终有激烈摩擦，而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巴勒斯坦方面在2天之内向以色列地区发射了上千枚火箭弹，因为数量过大，甚至让以色列铁穹导弹防御系统进入了宕机状态。这给以色列国内自行研制的导弹防御系统在实战中的表现令人担忧。虽然以色列方面宣称其中的绝大部分都被拦截了下来，但是最终还是导致了5个以色列人因此丧生。要知道，防空导弹的价值不菲，一枚铁穹防空导弹的造价在5到8万美元之间，而一枚火箭弹的造价仅有几百美元。这样的消耗对冲显然不是一个理想状态下的防御状态。也就是在几乎同样的时间，美军向媒体表示，他们打算放弃再次购买2套铁穹的计划。虽然美军发言人表示，他们放弃购买铁穹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方面不愿意提供源代码，所以希望与以色列方面展开长期的系统整合。显然，美军的本质希望还是想要以色列方面交出源代码，这样美军就可以更好的监控这套系统，让以色列的国防更加依赖美国，也就是让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只是这2件事情发生的间隔如此之近，也难免会让人由衷美军嫌弃以色列武器系统的感觉。但实际上，铁穹系统可以说是非常的先进，美国曾经拨款15亿帮助以色列建立这套系统，并且也想要进行购买，足以看出这套系统的确是有过人之处的。迄今为止，这套系统已经成功拦截了超过2000次威胁，但是在巴勒斯坦方面以量取胜的密集炮火之下，也产生了系统接近瘫痪的不良反应。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显然是因为目标太多造成的干扰性反应。也就是说，铁穹系统在抗干扰方面仍然有极大的提升空间。目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抗干扰防空导弹系统就是中国的 FK3 防空导弹系统，在各种强电磁干扰、诱饵弹、低空偷袭的威胁下，都能保证良好的状态。而根据资料显示，以色列曾经在几年前购入过我国的红旗9系列中程防空导弹，但是那一系列的导弹更多是为了应对战术弹道导弹或者空袭打击的。不知道财大气粗的以色列是否有兴趣再购入一批中国防御导弹系统，让 FK3 来补足他们当前的防空体系呢？近期，美国突然宣布，美军将在本月完全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撤军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把资源集中在对抗中国和抗击疫情上，而且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已经让阿富汗没有能力再对美国发动袭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更是声称，现在是时候让美军回家，让阿富汗人自己保卫自己的国家。与此同时，北约军队也会跟随美国的步伐撤离阿富汗，而本应是和平友好的撤离行动，却因为美国的处理不当，导致阿富汗近日发生多起爆炸袭击致人死亡事件，安全形势愈发恶劣，阿富汗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美军自2001年入侵阿富汗以来，就给阿富汗带来了无数的动乱和伤痛。这20年的反恐战争始于鲜血，终于鲜血。20年的入侵，到最后留给阿富汗人民的也只有无数尸骸和武器碎片灼烧这片土地的痕迹。那么，美国此次宣布完全从阿富汗撤军是真的吗？首先，阿富汗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由美国海军退休上将在彭博社发文称，阿富汗约有140万吨的稀土矿藏，并且希望美国在阿富汗实行反恐作战的时候开采利用阿富汗的稀土资源。目前，阿富汗已探明的稀土矿藏的总价值就高达万亿美元。稀土元素在导弹、战机等尖端军工产品的生产研发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又是稀土大国，美国对中国的戒备让美方很难放弃阿富汗的稀土资源。在此之前，美方还将阿富汗撤军与中国挑战挂钩，认为美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美方希望能够将在阿富汗的精力用在中国头上，资源上应该更多的投入。美方认为的最优先事宜即优先遏制中国发展，但拜登政府是不可能放弃在阿富汗的势力的。为了确保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控制亚欧大陆，维护美国霸权，撤军只是名义上的撤军，更多的是把美方势力隐藏下来。比如美国鼎鼎有名的情报部门，美国在阿富汗的情报网络经营了数十年之久，情报链条蔓延在阿富汗的各个角落。最重要的是，美军所披露的撤军计划并不包括撤离情报人员，而美在阿富汗拥有的近2万的国防部防务承包商中，就保有不少的武装人员。防务承包商的去向也被美方在撤军计划里随手带过，所以说不可能。
美国完全撤出阿富汗是假，想从阿富汗的复杂局势中解套是真，阿富汗的未来仍然要打个问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就针对阿富汗撤军的事情回应称，美方把从阿富汗撤军一事同中国挂钩的思想，明显反映了美国的冷战思维。美国的这种冷战思维很难让人相信美国是真心撤军，让阿富汗人自己保卫自己的国家。阿富汗20年来一直都被视作大国的竞技场，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承受了太多来自美方的侵害。中国也呼吁美军撤军能以负责任的方式撤离，而不是一边撤离一边带来更大的伤害。根据环球时报报道，近日解放军多个部队举行联合跨海登陆演习，包括2栖装甲车、船坞登陆舰以及2栖战车等武器悉数登场。而在这场联合演习中，很多细节得到曝光，我们也直观看到解放军是如何开展夺岛作战的。在演习开始阶段，解放军050式2栖步战车从陆地出发驶入海中，并且驶进海军071型船坞登陆舰基蒙山号舱内，而旁边还有几艘726型基点登陆艇。随着解放军的071登陆舰抵达目标位置附近，先头登陆部队登上基点登陆艇，并且每艘登陆艇上都有一辆2栖车。随后，登陆艇从071型登陆舰舱内驶出，并载着战场与士兵冲向海滩。而这些配套的装备又能在战场上发挥怎样的作用呢？050式2栖步兵战车可以说是我军跨海登陆作战的主力，具备轻型坦克级火力打击力度，其在海上灵活的机动性使之成为抢滩攻坚的利器。而且一辆050式2栖步兵战车可携带7名战士，因此它也是帮助解放军海军陆战队快速登岛的主要载具。071型船坞登陆舰则是我国运载登陆装备的主要载具，其排水量达到25000吨，可以说在同级别的2栖运输舰中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071型能够运载数量众多的登陆艇、2栖战车以及海军陆战队士兵。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不久前刚服役的075型2栖登陆舰，该舰排水量达到4万吨，能携带大量舰载直升机。有分析认为，在将来我国2栖作战任务将由071舰与075舰联合执行。726型基点登陆艇则是由我们自主研发的基点登陆艇，其名号为野马，是根据世界上最大的基点登陆艇野牛改进而来。我国曾向乌克兰进口制造了4艘野牛基点登陆艇，不过由于野牛的体型太大，无法进入071型登陆舰中，因此相比之下，野马显得更加修长，也能被容纳进071与075舰中。野马基点登陆艇可以携带050式步兵战车以及96式坦克，并以50节的速度驰骋海洋，可以说是我军进行快速登陆作战必不可少的装备。从最近一段时间解放军的训练来看，我们已经有了一套登陆作战的完整流程，这说明解放军针对极端情况已经做足了准备。值得注意的是，有军事专家谈到，长期以来，国外以及台湾的很多人士都认定解放军2栖联合登陆行动能力有限，因此这个就是解放军现阶段不能推动统一的原因。也就是说，统一时机未到，需要等待5到10年。但此次登陆演习便是解放军向外界展示2栖作战能力，也是为了打破统一时机未到的传言。